就是一般初学者啊，你如果要画鸟呢，你最好可以简单的打一个结构，这样呢，你可以避免啊，你把它给画坏掉啊，翻车啊，翻车。好，请看一下今天这个鸟怎么画啊？一般情况下画这种绣眼，我们都是用这个，你看浓墨啊，稍微吸干掉一点，就是整个笔上比较干。然后呢，你看去画这个眼睛，拍头纹啊，稍微细一点。整个笔给它稍稍提住一点啊，稍微细致一点。然后呢，你看，基本上它的这个眼睛，你看啊，哎，它周边的这一段，就是眼睛到嘴巴这一段啊，看这里它是有长短的，笔尖点住。啊，注意虚实变化，实线、虚线、实线，会部的地方基本是实线。好，这边实线、虚线、实线，啊，它是有变化的。然后下面这个这个地方点住，向上轻轻的，哎，整一个给它衔接一下，衔接它，因为这个鸟嘴啊，它一般都是上下长短是不一样的啊，长短不一样。然后呢，笔啊蘸一点我们这个啊浓墨啊浓墨，注意去点一下它的这个头部啊，用纸巾稍稍吸一下。你看，在这个先从眼睛周边啊四周开始点，点点点点，从眼睛周围开始一圈一圈的往上点。然后向四周扩散，旁边留一点这个白色。好，你看边点边往外扩散，注意了，扩散到外围的时候，你看稍微轻一点。你看啊，刷过去，小丝毛啊，撕的小一点啊。就是说眼角周边的毛你可以撕的稍微的黑一些，那么你撕到旁边的时候呢，这个毛呀，你看得撕的稍微的薄一点。你看啊，这一边给它点上，轻轻的给它点一点。好，前面呢给它稍微收一下。再加黑一层。然后呢，把它整一个头部啊，给它叠加起来。你就是越往它外面画的时候啊，干一点啊，你看，越往外画的时候越干，那样的颜色就你看叠加出来就会比较的浅，它不深。好，叠加一下，那么这个头部就完成了啊。简单的再蘸一点墨，把眼睛周边的这个地方小碎毛给它修饰干净一些，好整齐一点，看上去。虽然说现实中它的毛啊也是比较凌乱的，但是呢，你修一下看着就会比较干净，整一个质感。好，然后这个嘴巴前面啊，刷几个小毛毛，把这个毛笔压成这种扁平状啊，扁平状。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毛笔侧过来，笔尖朝下，点细细的侧。啊，点几个小毛毛在这个地方，然后呀，把毛笔啊稍微清洗一下，清洗掉之后，以淡墨进行一个勾勒。颜色比较淡啊，以淡墨啊，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你看，从这里顺着它这个毛往下走，
下笔稍轻一点啊，以淡墨去走。好，走到下面的时候呢，你看，哎，轻轻的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一下，把这个鸟的一个大概的轮廓给它调出来。啊，大概的轮廓就是它下面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的毛一定是这种呈一缕一缕的状态的。好，那基本上朝下的啊这一部分的鸟，就是这个头啊，基本就画好了，这个头部基本完成。然后呢，我们来画一下啊，它的一个朝外围，就是外围这个大翅膀，笔蘸点墨水，放点浓墨。最后它的一个整体的线条轮廓咱得先走好啊，这个是头部。然后你看它的一个大翅膀，注意了，朝这个地方，笔尖点住，边点边往下按，然后笔提起来，注意回笔啊，要注意回笔，对吧？给它往上调啊，一段一段。好像这种地方，笔尖点住按，笔拉下来收笔，右侧点住往下按，笔拉下来收一个小笔触啊，画的稍大一点。好，点住往下一笔，点住1、2、2笔，再持续的啊，你看点住细细的，点细一点儿，停，收回来。就这样持续性的啊，把这个鸟的翅膀加出来，继续的。有的地方你干一点也没关系的啊，你看笔侧过来，点1回，点2回，多一点擦，往上勾，这个地方点住向下回一下，然后呢，再往下面一个大的啊，你看笔点住按大一点，好，提往上拉，边提边往上拉，哪怕它稍微干点也不影响啊，不影响。好，点住往下，点住往下，把它的你看一整个翅膀啊给它叠加一下。对吧？这样呢，你看它是2个小翅膀就出来了。然后啊，它这个尾巴怎么画？你看笔尖点住，边点笔边往下按。好，干一点没关系的，注意收笔，直一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看像我这样笔边点边往下淌，你看小小的，哎，淌下去，笔拿下来就好了。对吧？笔边往下淌啊，侧，你看侧一点点，稍微虚一点，把羽毛拉的稍微直一点。那么这样一个整体的鸟的大概的框架我们就有了啊。毛笔清洗掉。整体呢以我们的3绿啊，3绿进行打底，辅以清水啊，辅以清水。毛笔给它稍微涮涮，涮的稍微干净一点点，不要特别脏就行。调3绿，调至整支笔，湿一点没关系的。颜色呢也不是特别的深，简单的给它把笔根处稍微洗一洗，然后注意一下啊，3绿要如何去衔接呢？你看我们在它的这个头部这里，哎，开始往下扫，注意了，我们需要把整一张纸面全部打湿。
要铺起来，一层一层的铺啊。你看，先一层一层，你看啊，先往外慢慢的平铺，铺下去，整一个块面进行平铺啊。中间向四周扩散。放一点水分，继续铺，多来一点水，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湿一点的，因为湿一点更利于画这种神仙工笔啊。注意了，现在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往两边去扩开这个羽毛。啊，你看，像我这样一层层去叠加，中间这个地方啊，得稍微的，你看啊。长一点，然后两边的地方呢稍微的短一点。直到你把它整一个翅膀全部平铺结束即可。好。给它整一个通染起来，通染。好，铺过一次之后呢，这是第一层色啊。铺过第一层颜色以后呀，哎，我们基本上有些地方检查检查，有点湿啊，有点湿。好，毛笔清洗掉。第二层铺赭石，赭石色。因为鸟类的这个背部啊，它并不全部是这种纯黑色的啊。一定是不断的进行叠加上来的。好，用纸巾稍微给它吸收掉一点，然后你看大笔往下按，大胆一点啊，不用担心。你看它这种纹理性，一缕一缕的这个质感，而且呢也不是说通铺啊，就是有的地方有一点沾一点，那有的地方呢少一点。笔尖可以朝外面进来啊，那把这个鸟它朝外勾勒的这个花纹再出一出，就是它朝下部位的这些花纹，它都是以赭石去出的。好，继续。因为我们以这种双层叠色，它出来的质感呢会更好，而且呈现出来的色也比较的自然。好，基本上铺过第二层色了，第二层色我们也铺好了。好，然后铺最后层色是我们的墨啊，是我们的墨汁儿。墨汁呢，你看笔蘸一笔浓墨，笔蘸一笔浓墨，以纸巾吸干。啊，笔蘸一笔浓墨，用纸巾吸干，然后碾成散峰状，由内向外去叠加。注意这个时候是水分控制好啊！你看，由内向外去叠加，颜色可以稍微浓一点，没关系的。散峰状啊，你看，由内向外层层的去递加。注意了，中间这个地方颜色是最深的，中间这个地方啊，颜色呢是最深的，啊，其他地方的颜色稍微的淡一些。开始去叠毛。一定要注意，要一层一层的叠，你不要一次性给它叠到位了。当然，你叠到位也行，你叠的不好看的啊。
越是朝外的地方呢，稍微给它叠一叠。朝外侧的这个毛一定要你看给它捋出来，打圈啊，打圈给它捋出来。一层层的去捋啊，你看，就是这个颜色现在变淡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底色里边啊加一点水，它就会很好撕毛。很多家人喜欢干丝啊，干丝自然是比较方便的一种，但是干丝呢，它撕出来的这个纹理啊就没那么好。就我们尽量都是说，湿着啊，铺一层水，这样撕出来的毛会比较的自然，就跟我们平时染底色一样的啊。最好是这种，可以有一个底色在里边，对吧？它这样撕出来的毛会比较的自然啊，花纹呢也会比较的顺滑一点。那么干丝的话，它或多或少有点干，就是笔走不开啊，拉出来这种线条成这种颗粒啊，成颗粒状的线条，或多或少都有的。那没办法避免的一些问题，它是这种主要就是跟纸张的纸性有关，或者说你的你看你一个渲染的实际的当时的条件有关的啊。对，你当时如果是很干的话，那线条肯定干啊，它没办法呀，对不对？好，那基本上整体上我们这样子，这只鸟的丝毛就完成了。然后蘸一笔清水，蘸一点绿色或者赭石，浅浅的啊，湿的，整体给它铺一遍，让整一个你看让它融合一下啊，整体的颜色平铺一下。好，融合一下。那么这样一只鸟，你看我们的一个丝毛啊就完成，让它稍微铺一下，晕染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去画它下面的这个小毛毛，笔稍微洗掉一点，以淡墨为主，啊，稍稍的来那么一点。然后你看，我们边给它先撕点小毛，你看边给它勾毛，你边勾，你看啊。边勾边加阴影啊，边勾边加阴影，好，叠加，然后你看它下面这个地方，我们以清水打湿，毛笔稍微洗掉一点，以清水，你看啊，我在这里，以清水打湿，辅以黄色，整体的你看水全部打湿。或者以淡墨打湿也行啊。然后呢，蘸的是我们的太白和藤黄，少量的啊，太白藤黄，还是一样的啊，少量的，把笔上稍微吸收一下，然后你看，也是轻轻的去撕它，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蘸过一次水了嘛，所以说你看这个黄色只需要在它的羽毛下面啊，下面这一段啊，轻轻的，你看，首先在上面这个地方撕两下，上面这一块给它撕一下啊，然后呢，在它的尾巴这一块给它提亮，好，下面这个地方以重一点，你看，勾勒上去。因为鸟的腹部啊，一般都是这种白黄相间的啊，蘸一点清水，
好，轻轻的给它揉上去，让它的腹部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黄色的质感啊，淡淡的黄色的质感。好，然后这个边边上稍微给它提一下色，然后毛笔清洗一下，清洗一下，再蘸一点我们的3绿啊，3绿为主，再来点3绿，稍微给它吸收一下啊。你看，在这个小腿这啊，你看这个腿毛，得这样的去撕，先用绿色和这个黄色它衔接的是比较好的。好，多出一点点，然后呢，再洗掉一点，蘸赭石，再多放点赭石，再给它稍微洗掉一些。哎，以赭石去叠加，不要害怕的啊，你反正大胆的叠加就对了啊。赭石稍微干一点啊，去叠加一层。好，最后叠加一层墨汁。墨呢还是以淡墨为主，但是一定要是干的，太湿了不行啊，太湿的不行，稍微干一点，哎，给它稍微歘的干干的。然后你看，顺着它轻轻的去，撕下来。你轻一点，这个毛它就是这种特别碎啊，细细的、碎碎的。好，注意了，上面这个毛有点微微翘起，微微翘起，整一个都染完以后再加成重的，点染到里边，再加一层重的啊，染到这个地方，好提亮一下。然后整一支笔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啊，稍微浓一点的墨汁，把角给加上就可以了。整一个角再加一下啊，这个角。你看这个角怎么画？注意了啊，像朝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边点边往上，哎折，注意这个笔的韧劲儿啊，注意一个韧劲儿。好，然后朝这一边点住，向下提，带钩的啊，带一小钩。再朝这个地方点住，再勾一下。好，这个旁边这里点住，向内勾一下。到时候要画一个那什么，画一个小树杈子啊，在这个上面。好，旁边这个角上可以稍微加粗，稍微细一点，加一个。都一样，都稍微给它加点纹路出来。然后整体画完以后，毛笔稍微洗掉一点点啊，以淡墨为主。稍微洗掉一点点，淡墨为主。然后你看，在这个白头翁的头部啊，轻轻的给它圈一下。也不用去染啊，不用去染白，淡淡的圈一层，衔接整体的色彩。然后以淡墨，你看把这些翅膀染一下。这样的一只鸟就完成了。然后染一下嘴巴，嘴巴嘛，我们一般用藤黄啊，藤黄，毛笔清洗干净啊，以藤黄和赭石去点染一下。
先用藤黄，你看，在整一个嘴巴处，你看轻轻的，哎，铺上去这个颜色。轻轻的铺一层，然后呢，蘸一点赭石，在它前面比较重的地方再提一下，然后取一点纯白色颜料，纯白的啊，加一下喙的一个上半部位，一个气孔。纯白色啊，笔尖儿比较浓白啊。好，在这个上面你看，轻轻的，提亮一下，在这个嘴巴上，提亮一下。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眼睛第一层先通染黄色。它要有一层渐变色的质感啊！你看第一层，顺着这个眼窝的周围啊，先染一层黄色。第二层以3绿为主，毛笔稍微吸干一点，不要太湿了。再顺着你看，顺着这个眼窝往外去染，顺着眼窝子往外染啊。可以再加重一点，要由深到浅的一个感觉出来。最后以浓墨为主，点染眼球，中间可留一丝小线。整体的眼球点完以后啊，周边这些地方都用墨稍微给它提一下，然后挖一坨白色颜料，放在笔尖儿，轻轻的点在上面。这样呢，我们这支白头翁就画好了。OK， 首先第一步，我们进行调色。因为咱今天这个花头不大啊，花头不大。首先，笔蘸太白和3绿，调成牛奶状，你慢慢调就行。调成牛奶状，慢慢调啊，慢慢调，一定要把它整一个搅拌搅拌。谢谢小虫虫，谢谢虫虫，谢谢浩宇，谢谢木哥，欢迎木哥。对，喜欢的话上面有个小灯牌，关注一下，点赞点起来哦。对，我课前已经给大家录制好了，在课程里边。好，然后把它给揉，看到调色了吗？整一个调色，你看啊，揉到什么程度？就这种，你看，刮出来可以见底儿的，刮出来可以见底儿啊，就对了，就说明它有一个就是颜色的浓稠度基本上就达到了啊。OK， 然后刮干一点，然后把笔拿起来，咱们剪。谢谢米苏姐姐。先撕毛，我没有涂过色，直接撕出来的颜色。你看，笔蘸一下我们的这个是白色啊，白色。然后检查一下这个汁儿，好，比较粘稠了，放到一边，一会儿我们用来备用。咱们一会儿就那个清水就不蘸的，我基本蘸的就是白色，知道吧？基本蘸的都是白色。然后笔调一点黄色，笔调一笔藤黄。对，笔就颜色是可以直接撕出来的啊，直接撕就行。好，笔蘸一点藤黄。你看，如果我笔干了怎么办？我在旁边调一点白颜料过来旁边调一点白色颜料，然后揉到整个笔里。好，黄色只是作为底色来使用，所以不要调的太黄了，不要调太黄。然后是朱砂，你看，当轻微的朱砂遇到我们的藤黄，它就会变成这种橘黄色。咱也不要用橙黄去调，橙黄太艳了，用这个朱砂调出来的颜色比较的稳一点还好吧。
因为太冷了，家里比较暖和一点啊。加点我们的橙黄，加点朱砂，加点朱砂，加一点朱砂。没有，我刚才在回家的时候，对，今天下雨嘛，然后我就有很多那种海底的灵感，所以我心情就比较好呀。蘸一点朱砂，蘸一点朱砂。啊 ，OK， 颜色微微的发成这种橘黄色，然后蘸一点什么呀？大红色，大概加到1/3处即可。晚上好，晚上好，姐妹，1/3处即可，然后蘸一点点的胭脂，少量胭脂啊，少量的胭脂啊，这个就不画海底了，这个不画海底。好，那么我们开始，注意了，这个鸟它对过来的这个地方，我不画大花头。我画一个小花头啊，比较小。然后呢，我在什么地方？我这个地方的构图是这样折下来，花头在这儿啊，在这儿有一个比较小的花头在这儿啊，注意它的一个波动关系。你看，我可以在这里画一个略大的花头，理解了吗？我画到哪里？画到就是把主花头避开。本来应该是这个鸟看着主花头的，但是我们调整一下位置。调整一下位置啊，调整一下咱们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花头我画在这儿，这个大花头大概在这个地方。用手先圈一下啊，大概这么大。它的直径呢大概是15公分啊，15厘米。就是说我把这个花头给它缩小了，直径是15厘米的啊。用笔呢也是比较简单，好，晚上好，你看这个花头啊，直径为15厘米，就是比较小啊，比较小。请看啊，晚上好，我们第一步一般呢都会确定一个花头的朝向。花头朝向，你的花头朝向呀，就是它是往下面的啊，往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朝下面去画。那么大家看过来，朝下的花头，你看好了，我画到这个地方。那请看我的用笔怎么用啊？笔尖对着上面。点在中间，好，你看，笔轻轻的左边右边，看到了没有？左右推一下，左右你看，左边推一下，右边推一下，然后慢慢的，哎，滚一点小小的，慢慢往旁边拉长，对吧？左右推一推，慢慢拉长，理解了吗？不要蘸清水啊。放点藤黄，放点朱砂，放一点我们的大红色，放轻微的胭脂，少量的胭脂不要加太多。你看是不是这样推开？你看啊，注意花头是往下面走，大家再看。我基本上呢会确定几个常用的一个翻瓣，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笔尖点住，你看推，慢慢侧过来。慢慢侧过来啊，侧过来，往旁边给它打开一个瓣，再蘸点藤黄，蘸一点这个朱砂，放一点大红，再放点胭脂，都是少量。你看是不是这样子？你的花头已经往这个下面朝着，看到没有？往下面走，然后你看笔尖咱们再朝上，我点在这儿，好吧？点住，你看，点住。你再慢慢的给它往上翻，跟一个蝴蝶一样，哎，揉进去，对吧？你看你是不是这样子把一些花瓣的基本朝向都完成了？花瓣基本朝向就出来了。一会儿我画完，你们可以截个图看一下我的用笔和方向。蘸一下大红色，笔尖蘸少量的胭脂。大红色以及少量的胭脂啊，
你看它的一个花瓣朝向，花瓣朝向。好，旁边这个地方你看，点在这儿，笔尖再往上一点点，对吧？再往上挂一笔，再往上挂一笔。大红，少量胭脂，咱们把对是生宣，是的。然后你看啊，点住小一点。好，你看我们把这些比较常用的花瓣先出好了，就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先截个图，常用的花瓣已经出好了，就是它是确定，好呀，它是确定我们这个花瓣的朝向。确定花瓣朝向的花头朝向的一个大花瓣就完成了，画完可以截个图，这里可以先截图。对，它的一个这个大方向的位置已经确定好了，可以截图，能听懂吗？对，姐妹们这样能听懂啊？好，蘸一下我们的大红色，再放点胭脂。再放点胭脂，你看我们这样一个主花瓣确定之后，这个是后面的事情就不管了。我们来画什么呀？前面这一段给它都兜上来，花瓣的朝向。那我用一个铅笔标记一下啊，我这个花头想往这边朝，看到了吗？箭头往这个方向走，对，朝下的箭头想往这块走，所以呢，我们方向给它翻过来，你看朝这边，一下，两下，好，笔慢慢的淌过来，是不是？你看，慢慢的给它淌过来啊，慢慢的给它淌过来就好。对，看到了吗？它是往一侧去淌，淌到一边。哇，衣服弄脏了，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花头的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就是朝这一边走了啊，朝一边斜了，看见了没有？往一边斜了，是不是出现了？可以截图，有创新，看到了吗？它会往这边斜，已经斜过来了。然后注意了，蘸少量的朱砂，放一点我们的大红色，再放一点胭脂，再放点胭脂。然后你看，咱们呀把这个花瓣和这个花瓣连在一起，是不是衔接住了？你把它给连在一起了，对，花的底座不一样，就对你把它是不是就连在一起了？连住了啊，连住了。然后我们继续的，因为这个箭头是朝这一边的，你要注意了啊。可以把它先，你看笔尖点点点，是不是？大红玫瑰红用完了，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一个圆形的被我们兜住了，对不对？兜起来。这个时候请看好了啊，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请看好了，笔沾点大红色，蘸一点胭脂大红色加胭脂。你看人呀，稍微给它侧过来啊，人稍微侧过来一点，笔尖对着下边，这第一个点，你看好了，笔尖边点，你看，边点边划，边点边划，再蘸点大红色，蘸点胭脂，这边有点空缺，反笔给它，你看叠加回来，反笔给它叠加回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看这时候笔尖朝这个地方，你看这是不是有个点？你看，点住，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反过来给它连在一起。大红色，放少量的胭脂，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笔触？你看笔尖点，你看淌下，笔尖点然后淌下，是不是又有一个花瓣出来了？边点边淌啊，就是给大家找到这个点，就是让你们去点和淌的。沾点大红色，再沾点胭脂。那你可以不用这个姿势，你看，你可以像我这样，我用这个姿势完全是因为你们其实我可以一个方向，你看，我可以直接画，
我可以在这个方向直接画，但是我考虑到大家的问题，因为我在进行教学嘛，肯定是要以你们为主。你看我的笔是能够翻出来的，所以我可以直接走。但大家可能有的家人可能这个笔他控制不太好，所以一定要调整方向，理解了吗？因为我都没关系的，我正面反面都可以。你看，对不对？我都没关系啊。就是大家要是在画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家的用笔不是很灵活的啊。就是目前来说，调整方向是对大家解决问题一个比较好、比较解决方法一个比较直观的啊，就最好解决的一个就方法了。那大家如果像我这样用笔的话，我怕大家控制不好啊。你看一个小笔触，你看再朝这边点小小的，这一边再来一个小一点，对吧？一半一半向上折，一半一半向上折，是不是折起来了？你看它的一个花瓣朝向，然后你看这些都有缺口，都有点小小的缺口的。好，加重我们的藤黄，放一点白色颜料啊，放一点白颜料，朱砂，放一点大红色，沾一点我们的胭脂啊，少量的胭脂。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花瓣，你看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侧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侧瓣？看见了吗？咱们呀把这个笔你看放在这个上面啊，你看点住，放在这个缺口上啊，你看把这个笔放在缺口处，首先边点边往上按，全部躺下，然后慢慢的往一边斜，小一点，小一点，这样看得懂吗？往一边斜。当然你觉得颜色不够重啊，可以像我这样笔尖补一下，你看，对吧？你觉得颜色不够重可以补一下。然后你看另外一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你看笔尖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好，合在一起，是不是就出来了这个花瓣？对，你就朝你看，补一点点啊，你看一个大花瓣就出来了。这个地方呢，缺口处也是一样，我们呀再沾一点藤黄、朱砂、大红色、胭脂。这里是不是还有个缺口？咱们把缺口遮挡起来啊。笔尖点住，往上按一笔，再蘸一下胭脂。你看，笔尖点住，边点，你看，边往外推，边点边往外推啊。边点边往外推，你就边点啊边往外推，对吧？你看这样呢，我们层次感就出来了啊。就是这个啊，肯定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的，这个叫学习，就像直播间现在大家在学习一样，就跟我们小时候学语文、数学、英语一样的啊。谁也不是说你那什么一出来你就会了啊，你说的可溜了，不是的，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啊，加一个小侧瓣啊，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打磨，蘸一下藤黄，蘸一下我们的朱砂、大红色，蘸一下胭脂啊，少量的胭脂，我们就不停的找缺口，不断的找缺口啊。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笔你看全淌过来，碾过来啊。好，然后合在一起啊，笔尖点住，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笔尖点住，然后合在一起，慢慢的啊，小笔触去给它合着。对，慢慢的啊，把它合在一起。这个缺口处呢，笔尖点住，慢慢的往上按，往上按，往上按，慢慢的你看笔揉起来。边点边按边往上揉啊，侧锋一刮，谢谢啊，侧锋一刮，也是我给你们录到课程里边，大家可以慢慢的看，有没有觉得针对性的去学习效果更好一点？就是你们群里边交作业那种感觉。你看这个花瓣不就朝一边侧过来了吗？那么这个花心基本完成，是不是就出来了这个小花心？
是不是小花心就出来了？就都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继续的蘸一点我们的朱砂，大红色。好，再蘸一点胭脂。小白，你要看你交差的作业是什么样的，我要看啊，我不能给每一个学员做保证。好，你看我继续加，你看我这一边这个缺口处啊，笔尖，好看这边啊，我们继续的，然后你看左右两侧，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分瓣给它分出来啊，分瓣，你看。笔尖在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点一下旁边这个缺口处，你看，直接给它慢慢的盖进来。你看像我这样揉一下，花瓣是不是就被你盖进来了？朝里边是不是盖住了？然后我们蘸点朱砂，蘸点胭脂啊，朱砂加点胭脂，这个地方呢代表的是咱们的花心儿，代表的是咱们这个花心儿。你看好了啊，花心儿。往外侧延伸，花心向外侧去延伸，把这个花头给它扩开啊，扩大一点，扩的稍微大一点。OK， 基本上这样子啊，花头的边角部分就画完了，可以截个图，截一个图打个1。对，可以截个图打个1，然后笔蘸一点白色颜料，蘸一点藤黄，对，自阅截图蘸点藤黄，好，蘸一下我们的朱砂，稍微多一点，放一点我们的大红色，放点胭脂，看这里啊，这个时候请看，我们来找位置去填瓣。填花瓣，很明显这里有个大花瓣啊，你看啊，咱们把这个笔啊放在这个地方，你看中间留着点空，你看边点边按，你看看到了吗？边点边按折上去，边点边按边向上折，蘸一点胭脂啊，蘸一点深色的胭脂，你看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去点它。记住了吗？这个地方用胭脂去点它就行。好，回笔在这里折一下，回笔给它点一下，把这个花瓣给它回出来，这样能听懂吗？对吧？这样你就里边不用加瓣了，一半就够，不用加瓣。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啊，笔尖你看我加条线，一条线，对吧？加2条线，笔呢蘸一点黄色朱砂。红色，再蘸胭脂。你看我们这条线是怎么画的啊？你看笔尖朝这点住，边点边往下滑，边点对归边，边点啊边往下滑。按一下就好了。第一步，第二步也是一样。你看，你朝下面给它先点一下。然后你看往上推上去，笔尖点住往上推啊，往上去推，对吧？你看你这样的花瓣它是呈一边翻转的，呈一边翻转，大红色蘸点胭脂啊，你把这个空给它，你看搂的小一点，对不对？把这个空给它稍微留一点出来，这样能理解啊？小小的小空，这样会了吗？花瓣是不是就卷上去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的，再蘸一点大红色，放一点胭脂，大红色多加点胭脂啊，水分一定要稍微的足一点。然后你看这边的花瓣卷瓣，笔尖朝这个地方点住，你看往上按。
看到了吗？笔尖点住往上按，好，这个缺口点住往上，里边是否流出一个白色的部位了？好，用胭脂去给你看，浓浓的胭脂，一点胭脂啊，放中间给它，你看，哎，颜色填一下。简单把颜色给它先填一下，那这个花瓣不就都被我们给折叠起来了吗？能理解了啊？给它简单的折叠一下，你看，朝里边折的花瓣就出来了。再沾点胭脂，来找洞，这是不是有个洞？点住，你看，对吧？把所有的小洞都给它遮挡起来，那差不多了。我们遮挡过洞之后，你看，我们再看看，这是不是还有洞啊？你看，笔尖朝下，对吧？咱们把这些洞洞都盖起来，盖完以后，哎，再来看，哎，哪里需要添的呀？这些地方需要添。你每一次需要添瓣的时候，你需要蘸一笔浓浓的白色，就是你每一次需要添瓣的时候，你看都蘸一笔浓白色，藤黄、朱砂。今天的花瓣啊，花瓣层次不多，适合小白去学习的。你看我层次非常少，再放点胭脂啊，再放点胭脂。你看我们接下来的花瓣怎么去表达？包括你看这种小卷瓣，看好了啊。你笔尖呀点到什么地方，不要点到这里，点到这儿，点到这个两个的衔接位置上去啊。然后你看，笔慢慢的，你看躺下啊，慢慢去点缀一下，躺下，轻轻的向里边点缀转进来，对不对？然后你看，哎，重色往下面给它走一下，是不是出来了？你觉得有些地方的颜色还不够深，你可以像我这样按一下，给它折进去一下。颜色湿点不怕的啊，它只要不化开就行，对吧？一个大花瓣是不是出来了？朝一个花瓣啊，朝一侧翻的一个大瓣，不是它是不是又出来了？你看旁边给它加一加，填一填都可以，加一加，填一填。然后呢，这里又有一个卷瓣。咱们每一次画卷瓣的时候都怎么去完成啊？你反正就拿个笔，你看笔尖儿点的这个地方点住，你看整个笔躺下了，慢慢的啊挪过来一下，停，点住过来，小一点，过大一点，你看推，对吧？你一半一半的把花瓣给它推开，一半一半的啊，把这个花瓣推开，你看里边加深一点，对不对？它的这种大花瓣的质感就有了啊。往里边勾两下大花瓣，然后呢，你看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大瓣，我继续的啊，笔稍微清洗一下，蘸一笔纯白色颜料，蘸一笔白颜料，蘸一点藤黄，谢谢，藤黄、橙黄，不橙黄，朱砂，放一点大红色，放一点胭脂啊，放点胭脂，然后你看咱们朝这一边啊去填啊，这边注意了，花心里边给它略微留空。你看我就是朝这个地方，你看笔尖点住，你看慢慢的躺下，笔揉起来，往上，看到了吗？分段去揉，就一段一段的啊。
哎，压宽一点点啊，它可以压宽一下，就很灵活这个花瓣的变化啊。然后加一个朝下面的这种，那这个花瓣如果大家没看明白，我再画一个给你们看看啊。这种花瓣一个折瓣，你看，哎，我搁这儿笔尖点，哎一下，对吧？给它卷起来，卷起来，然后你看朝花心处。这样能看明白吗？分几条线啊，分几条线。那么这个线我们怎么画？请看好了，笔蘸大红色，加点胭脂，笔蘸大红色加点胭脂。然后你看笔尖怎么画的啊？你看，哎，逆推，你看啊，点推，记住了吗？逆推一笔，记住了没有？逆推。没看明白，我再看一遍啊，大家人们啊，你看，往下推一下，往下逆推，就顺着我给你们标的这些线，你看，哎，然后呢，再反推，这样能明白吗？所以说这种反瓣很好画，很好画。对，你看，先侧过来，你看，哎，先逆推一笔，顺着线去逆推，然后呢？对，先顺着这个逆推，然后你看啊，朝这边，是不是就出来这个花瓣的卷瓣？能理解了吗，姐妹们？对，带翅膀的小瓣，能理解了啊？所以今天这个卷瓣你们学会了吗？好，加一下这个小卷瓣啊。好，你旁边如果想添大一点，你看，哎。对吧？你可以添大一点，添的稍远一点也行。我是慢动作在讲这个花瓣啊，对吧？往里折的一个花瓣就起来喽，学会了啊，非常好。眼睛会了，没事会一样就行，没事会一样就行，姐妹，嗯。你看，哎，笔尖，你看，是不是朝里边折的这个花瓣啊？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的啊，画完这种以后呀，哎，你看提一提，简单的给它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加几个这种大瓣，就是朝下面翻的，那么直接搞定这个花头啊。笔蘸一下白色颜料，笔蘸一笔我们的白颜料，蘸一点藤黄，放一点朱砂，放一点朱砂，放一点大红色。放点胭脂，好，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花瓣大花瓣方向的去推瓣，请看好了啊，我在这点一个点，这个地方我点一个点啊，请看好喽，笔尖点住，边点你看边推，压大一点，哎，推大，对吧？把它推开，推开的花瓣比较大，能理解吗？推开花瓣比较大。是不是推开的花瓣比较大？我继续推，再蘸一下大朱砂啊，蘸一点朱砂，放一点大红色，放点胭脂。我推的动作很慢啊，认真看。那你看我朝这一边啊，笔尖你看点住，你看慢慢的推进来，小一点，再大一点。然后呢，把它们合在一起，蘸点胭脂啊，把这个大花瓣给它合在一起，你看，点住。点住，点住，好，合在一起。是不是小一点？对你，我们需要的是为什么你需要课程啊？因为你可以一步步跟着画，理解了吗？就是你一步步的去跟去理，那样是效果最好的。所以我就是说，我不是给你们有推荐吗？比如说今天你画什么？今天这个姐妹画哪节课？今天那个姐妹画哪节课？不是都有给你们去讲吗？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是有这样子，就是我会告诉你们啊，你适合哪一节课的呢？这样会比较方便大家学习啊。好，再蘸一点我们的大红色啊，对，蘸一下我们的白色颜料，再加一点我们的藤黄，对，蘸一点，
对你这个东西都不用问的，肯定会给你们放进去。蘸一下胭脂，这个不用问的，基本都是在里边的啊。然后你看我继续加这个花瓣啊，你看我朝这一边。首先你看啊，我加的给它略微的远一点，你看笔尖点住小小的，哎，推，看到没？推大一点。所以为什么有的姐妹的花瓣大，有的姐妹的花瓣小呀？推上去的，靠推的，你看。是不是又推开个花瓣？哎，你看啊，往上连住它啊，连住它。这个时候我里边有个洞，其实我觉得这个洞吧，我今天不想留，今天不想留它个洞，那怎么办？看，我能不能把它们俩颜色衔接在一起？可以吗？我想把这个颜色弄得深一点啊，你看，多放点胭脂。学会了吗？今天这个副色，明白没有？是不是？你看，你这个花瓣这一块不是特别深，就这个质感就出来了吗？理解了，今天这个复笔啊，复笔就是复色用笔，听懂了吗？再蘸一笔我们的白色颜料，好，加点我们的藤黄、朱砂，因为这样画出来的花瓣就比较小，对直播间的嘉轩，沾点胭脂啊，沾点胭脂。你看，我们继续的这个小花瓣，你看咱们朝这一块，笔尖点往上，哎，你看往旁边推，边推边压出来。边推边压就行。再来一笔复色，看多蘸点胭脂，你看。但是这种深色的这个画法，它只适合什么？我们这种深色的花头，啊，把你捣乱，对吧？它比较适合我们这种深色的花头啊，它不太适合浅色的，因为浅色一旦复色过之后，它的颜色就偏重了，理解了吗？OK， 你看这样基本上啊，哎，这个花瓣就有啦。是你跑的，跑了啥？好，然后整体的画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花瓣啊检查一下，哪里还需要添的啊，看一下，什么地方需要添一添，什么地方需要改一改的，花头一定要去找。好，蘸一点藤黄、朱砂，放点胭脂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可以添一个啥？你看，中间点一点，按一下，小小的。啊，往上面拉长一点，对吧？加一个朝下面的一个，你看这个翻瓣很重要，笔尖点住，往下一拉，对吧？下面这个花瓣也是比较大啊，比较大的一个花瓣。然后蘸一点朱砂、大红和胭脂啊，少量的啊，少量的，你看，笔尖点住，拉长一下。好，完成，这个花朵就可以了啊。笔蘸的什么颜色？大红色，多量的大红色，很多很多大红色。谢谢，大红色啊，和很多很多的什么胭脂啊，胭脂多放点，多放点胭脂，不怕的啊，多放点胭脂就行。然后你看，我们去点啊，你看，笔尖点一下，按一下，看到了吗？边点边按，谢谢。其实我课程里这种花头很多哎，看到了吗？边点边按啊，把它给加起来。
上面这个地方颜色需要去衔接一下。不用担心这个色怎么，你不用害怕。看见了吗？它是不是就衔接的比较深？冒泡泡了没有吧？颜色衔接的比较深啊！你看，学会了这个点法了吗？你看，点进去，完成啊！这个花头，来，我就喜欢了。课程里这种花头很多。往下点，你看啊。边点边往外画一个小五角星，看见了吗？画一个小小的五角星就可以啊。稍微吸干一点，稍微吸干一点，我们继续的啊。OK， 画出个小五角星就行，对吧？一个小小的五角星的一个形状就好。等它微干的时候啊，谢谢，点那个小灯牌都可以。等它微干的时候啊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再画一个花头。蘸一点铜黄，放点朱砂。对，放一点朱砂，再放一点我们的大红色，用的是嘉轩嘉轩，放点胭脂。好，请看了啊，我们在这边鸟回头的时候呀，看过来一个小花花，有啊，可以有的。画一个小花花在上面，好。你看这边啊，小小的花心儿，大家请看这边，你看鸟头对的这个位置，注意了，花头的一个花心儿朝向，我给你们标记一下啊，一个铅笔。那朝这个方向的，朝这个方向一个你看，那么请看我的用笔怎么用的笔尖点住，推，卷，回来，笔按一下，看见了吗？我把这用笔给你们弄得非常的慢啊，其实这压力很大，因为我怕它晕开。看，点住进来。向下折一个小瓣一个小花瓣往上折的，对吧？小小的瓣往上叠。你看我继续的咱呀朝这个地方，你看我继续的，笔尖点住，揉开一笔，成一个品字形，向下走。有的，品字形向下走，对吧？往下走，那你看这个花头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来的？鸟对着它，加一个，你看小一点，往上开，点住折，看到了吗？这样子一个花头，其实它一个用笔也比较简单，用笔还简单。而且不单一，理解了吗？用笔不单一对吧？用笔基本不单一，是不是出现了？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这个小花瓣，我们继续往上叠，你看这个花瓣的翻转，你看它基本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花苞怎么画？看仔细喽。你看朝这个下边，笔尖点住，往上按，然后推开一个大瓣，是不是？然后你看，点住，进来，衔接在一起，对，落在枝干上，衔接在一起出来一个花瓣，笔尖点着它看，
出来这是小花苞，就这个鸟它看到这个花苞，它特别感兴趣，这种意思啊。藤黄、朱砂、大红、胭脂，藤黄、朱砂、大红加胭脂，往里边带动一笔，带动一笔。然后你看其余的花瓣，点住、折、翻、向上拉，点住向上拉。颜色偏色吗？直播间的颜色有一点和我们课程里的色是不太一样的，有点色差，正常。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就出来了？中间给它接一下，中间给它接一下，是不是就出现了？然后笔啊蘸一点啥？大红色，多放一点胭脂。对，这个也是我们牡丹花苞的一个画法啊。你看，点住，第一它比较简单，第二这个花它都比较灵活，它比较适用于我们这种写意的这种画法。你看它的花瓣层次也清晰的，对不对？花瓣层次也是很清晰，看见了吗？一半一半的去添，完成。你看这样一个花啊就有了。为了让你的这个花瓣更加的灵活啊，再蘸点胭脂，啊。你看，朝这个下面这个地方点住，好，往外面翻一笔出来，对吧？朝外翻，这一边笔尖你看，点住合一下。你看啊，笔尖朝这，记住了吗？对，这种花瓣的翻转和转折很重要啊，往上点一点点，就好了，理解了吧？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就比较灵活一点，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写意，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是写意和写实结合一下，它会比较好看。那你看这个花头，它俩就是相对的啊，是角度偏了吗？是角度偏了是吗？OK， 笔蘸一点啊，这个赭石，笔蘸一点，赭石多蘸一点，笔多蘸一点，赭石啊，蘸点赭石。然后你看，咱们调点这个墨汁啊，蘸一点墨汁，对，小马甲自力更生。没有，这个兔它就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没有少，它就是这么写，它不是我们简体字啊，奶奶啊，这个兔不是简笔字，都不是简体的，蘸一点这个墨汁啊，蘸点墨汁，对，咱这个不是简体字啊。好，你看吸干一点啊，稍微吸干一点点。然后你看，我们呢以淡墨啊去画这个咱们这个鸟的一个爪爪，不是鸟的这个抓着的这个树干啊，抓着树干。稍微干一点。好，请看毛笔啊捻成这种什么散锋状，去画这个树干。请看这个树啊，它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枝干你看1、2、3、4，看到了吗？用手先给它衔接一下，注意一个远处的枝干。看见了吗？直接这么进来啊，加一个小笔触，然后你看它穿进来就到这儿去了，点住下来1，然后让它抓到这个枝干上面啊，抓这上，你看下来一下，对吧？让它抓进去，然后呢，你看给它折一下，就出来了。让它稍微折一下，因为这个一个转角的位置让它出来，理解了吗？小转角呢出来啊，你看加粗一点让它抓进去。啊，整个抓进去，理解了吧？
然后我们开始啊，简单的把这个枝干给它布局一下。枝干向上走啊，向上走，就是老干简单的穿插，穿插完了以后加什么？加嫩茎，劲道很有弹性啊。你看啊，我们朝上面加，朝上面去加，枝干往上延伸啊。往上叠加，注意墨色的变化，要有深有浅啊，要有深有浅。墨色的变化要有深有浅的啊。对吧？它从花头这边穿出来啊，穿出来。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啊一个稍大的枝干啊，稍大枝干我们最后面去画，把它给衔接到这边啊，大枝干。我简单的把大枝干的方向给大家标记一下，大枝干的方向给大家标记一下。就是在画之前，我们一定要提早的一个提前意识啊，提前意识。毛笔啊，你看侧锋一点点，毛笔稍稍的侧锋一点点。啊，稍微这样给它斜进来一点点啊，斜一点点进来，斜一点点进来啊，斜一点点进来。调平的，调平的。然后你看我整体的斜完以后啊，我加什么？加一个大干，就是比较粗的枝干啊。朝这边，你看我把它的方向给大家先给画一下，请看好了啊，笔拿好了，放一点我们这个啥墨汁啊，笔放一点墨汁赭石，墨汁赭石，然后刮掉，刮干它啊，刮干就是把这个枝干的一个侧面给它画出来，你看放一点赭石，然后给它碾成这种扁平状，就刷子一样的形状。你看好了啊，把枝干的轮廓先加出来，笔尖你看朝这个地方扫一扫，对吧？朝下面加，往下面加啊，加出一个比较粗壮的枝干。注意它的轮廓，你看。往下加，那你看毛笔呢呈这种啊碾开的散锋状态，你看，拍一拍，拍进去啊，你看，这样会不会老那种老干梅花啊，梅花的枝干，理解了吧？山治枝干，别着急，你看。对吧？一缕缕给它下来，不着急。继续的啊，蘸一点我们这个墨汁，不着急啊。继续的蘸一点我们这个墨汁，你看朝下边，你看出来一撮。你看毛笔像我这样去刷它，毛笔像我这样去刷它，理解了吗？画这种你看很枯涩，这种质感，对吧？对，墨色干一点，画出这种很枯涩的质感就可以了啊。
对吧？因为我们墨汁它本来就会有这种干干枯枯的感觉，理解了吧？很干涩的感觉，它本来就有这种质感的。你看整一个枝干，让它你看往里边去叠加，剩下的地方我们可以加点什么？加一点那个叶子去遮挡啊。然后你看我朝这一边往上折，中间我空着，一会儿要画叶子，画点叶子。然后你看往下，这是我空着，好自然的，对，毛笔散锋，往上折，你看。对吧？往上折，用纸，对啊，学会用纸巾吸就行。往上折，好，你看有一边颜色调深一点，颜色有一边稍微加深一点。你看这样的，我们整一幅构图就有了。请看调色，首先笔蘸铜黄，加上三绿，笔蘸铜黄加三绿，放一点三青，放点花青。多放一点花青，放一点什么赭石，笔尖再来点胭脂。好，请看好了。对啊，按你们。请看这个地方的用笔，笔尖点住往下调一笔，看见了吗？笔触要小，顺势的向上回笔，回一下。好，点一下，往外绕。看到了吗？你注意，你看笔尖上面胭脂，你看往上面圈进来，你看点住笔，左推右推，左右两边一推。是的，这个叶子颜色你喜欢吗？好，你看朝这边推上去，边上扭进来，点住左边右边，对吧？这样一个小叶子就出现了啊。好，你看朝这个地方上去，对，赭石的，你看这样它的叶子就是比较嫩啊。这种情况下的叶子它是比较嫩的，对吧？叶子比较嫩，然后它的笔触呢也是比较清晰的啊。蘸一点花青，放一点胭脂。你看这个时候朝这个里边你看笔尖点一下。点两下，看见了没有？先把它加两笔，加完笔之后，你看，点住折，翻进来一下，就这个衔接处是很重要的，衔接处这一段，然后你看朝这里点，加一个小小的小叶翻出来。它虽然比较柔，但是呢，方中兼柔啊，你不能给它就是不尖不挺拔，就是那种软趴趴的那种的不美。对吧？一定要挺拔，就很挺拔，这个姿态给它表达出来。你看叶子基本上就有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笔蘸一下我们的铜黄、三绿、三青，蘸点花青，一定要挺拔啊！这个国画咱们讲根骨讲精气神儿讲精气神儿，那就基本上体现在用笔上面啦。然后你看，我基本上。这一块对我虽然妖娆，但是我的力度感还是能够表达出来的。我是个男孩子。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住，下来，下来一下，对，气韵是的。你看点住上去，对吧？分出几个什么呀？这种。小枝杈出来小枝杈出来，对吧？分出几个小枝杈，要刚柔兼济姐妹，你看出来，都跑这去了，对吧？要刚柔兼济的，就有的地方柔，你有的地方就得方，就得硬它一定是那样，对不对？然后你看再出一点铜黄，旁边这个地方往上翘会比较美，
就这个地方往上翘起啊，往上翘起。你看这个地方，外面进来啊，外面进来，刚不起来，慢慢来吧，慢慢就够刚了。你看点住，接进来一下，接进来一下。就有些用笔啊，你一定是比较柔的，它一定是偏柔美的啊。偏柔美的一个造型在上面。好，那你看，基本上啊，这样的整一个造型，就是这个枝干啊、枝叶造型就已经布局好了。可以截个图啊，截个图。好，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个地方，从这儿哎再出来一只，在这儿再出来一只，一共出来2只，穿插过一只，看见了吗？出来2只，穿插过来1只就很有意思了。好 ，OK， 毛笔清洗一下。你把这个布局布好，你不怕画不好叶子啊？好，这个时候来个大笔出了啊，笔蘸藤黄，蘸一下3绿，多放点3绿，蘸一下3青，多放点3青，比较蓝，多放点我们的花青。少量的赭石，放点胭脂，放点胭脂啊，好，谢谢。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这块叶子，我基本上都是什么呀？以小叶子为主，主要是我旁边这个叶子要遮挡什么？你看，遮挡过去啊，一片。对吧？去覆盖它。那么这种偏深灰色的叶子，它的覆盖性是比较强的啊。你看，朝这边加进来一片，叶子用笔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比较柔啊，比较柔。给它接进来。尽量把这个枝干能留你就留着啊，尽量就留着，不要覆盖它啊。基本上你能够留你就留着它，好吗？好，一组小叶子就完成了啊。继续，再蘸一点我们的花青，放点胭脂。你大胆一点啊！你看我朝这一边，你看。笔尖点住往上，看到了吗？我朝外面还留了一片，那这个地方你看，留一片，大家的想象就会往外面走，的遐想就会朝外面去走掉了啊，理解了吗？继续的蘸一点我们的花青，放点胭脂。如果这一边我处理好了，那么我处理哪里？处理这边，笔尖点住，往一边走，是不是顺着这个枝干走了？你看，先往外扫一笔，再朝内走一笔，朝外朝内，笔尖带个小尖儿，对不对？你看这样一个叶子的布局啊，它会比较的清晰。那么你看，我这里不是还插这个枝吗？那么这个枝是为了加其他叶子的，放点3青，放点花青，它就是用来，你看这里不还有个吗？对不对？咱们就朝这儿加，你看，所以这样的能理解吗？它其实咱们这个枝干，就是为了加它的会的。3青，花青，再放点胭脂，持续性叠加。你看这个地方，往上，对吧？你看又来一个小叶子，叶子大大小小的，一片一串一串的过来。那你看我们这老干不是被遮挡了吗？好，放点我们的3青，蘸点花青，
沾点叶子，沾点胭脂啊。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怎么画的？朝这个方向点住，往上走。就所以说咱们叶子啊，你看尽可能的多种方向来，对吧？各种各样的方向叶子去叠加。就所以说咱们在画的时候，你怎么样在叶子那么多方向的情况下你不画乱？现在明白了没有？因为我提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你看，我已经提早把它的位置先给预留好了，所以就不会乱，理解了吧？你有的时候反而啊，你一堆一堆加完之后，你去补叶子肯定就乱。但是你想一想，你从枝干上面去穿，它就不会乱。理解了吗，姐妹们？你从枝干上穿，怎么穿都不会乱的。因为首先第一步，咱们的枝干已经捋清楚了呀，枝干已经被咱们给捋清楚了。然后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枝，我从这儿穿过去，就所以说这样画出来，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叶子啊，感觉叶子挺灵活的啊，它就是这样子呀。倒不是说它啊多灵动，而是我们提前已经把位置布局好了啊，姐妹理解是吧？啊，咱们已经把这个位置啊，其实给提前布局好了。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关系理得比较清楚，沾点胭脂。你看这里不穿过一个枝吗？咱们就这样子，姐妹啊，看这个地方点住，往上按一下，好，往外拉，边往上按边往外拉。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你看姐妹看过来啊，你看笔尖点住，对吧？姐妹们给它这样夹起来啊，夹起来。好，加一个重色给它提一下色。对吧？你看，所以你这样每一个叶子的关系啊，交代的非常清楚，它肯定不会乱掉了呀。就颜色稍微浅一点啊，这一块的颜色。好，再蘸一点三绿啊，蘸点藤黄、三绿、花青、胭脂少量啊，胭脂少量。你看下面这个地方，姐妹们，你看这里，哎，加上去一片，少量的叶子啊，加一下，奖励吃颗糖，好呀。继续啊，你看，放点藤黄、三绿，颜色微发绿，再画点，放点胭脂。这个时候你看，哎，我们这个叶子是怎么画的啊？颜色哎往上翘起，叶子小叶子为主，你看，看到没有？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小嫩叶去叠加，藤黄、三绿、三青，就是咱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啊？你看。对吧？画一点这种比较灵巧的啊小叶子，画一些比较灵活的、比较灵动的小叶子。继续蘸一下，你看藤黄，直接来点胭脂啊，藤黄蘸点胭脂，画一些颜色呢有些不太一样的叶子啊，颜色不太一样的叶子。藤黄直接蘸的这个胭脂，它是颜色你看比较的浅，继续的藤黄放一点赭石，加灰一点，加灰一些。你看这个叶子啊，咱朝这个旁边这个缺口处，朝这儿
点住出去一片。出去了一片叶子，你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叶子的遮挡关系表达就比较有趣儿？对不对？你看叶子的穿插关系就很有趣的啊。几点开播呀？我9点左右才开播的。好，那你看这，谢谢，画到这儿，你看，对吧？画一点这种特别小的叶子。OK，然后我们往上面上面这一块可以再加点这个叶子，就是甚至说你加点这种特别嫩的这种小叶儿就可以特别嫩的这种小叶子。藤黄3绿3青放一点简单的胭脂放一点胭脂在上面。你看它有一些边边是可以这样子的。藤黄放点红色，你看，谢谢。添一个小芽添一个小芽在这个上面。放少量的胭脂继续去添，对吧？你看，加点这种特别嫩特别嫩的这种小茎，你看放点藤黄，放点大红色藤黄和大红色为主。你看这种小芽会这样去添，你看1、2。先添一个这样的尖尖的，先添一组小尖尖你看，然后呢，你看，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叶子是不是这样子的？还好了，还好，谢谢。就它的，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牡丹的这个芽苞嫩芽是不是这个效果的？就是要观察到位一点就行。藤黄，蘸一点我们这个大红色，你看。好，简单的点缀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上面部位加点特别嫩的叶子。你看，因为它是那种比较老的这种枝干嘛，藤黄、3绿、花青，鸟在花心中间偏上的位置中间偏上的位置。你看叶子怎么画的？对吧？给它跳过去叶子跳过去一些。跳一下叶子，就跳过去的，刚才那一笔是。对吧？叶子这种翻转的质感很重要，姐妹们。跳跃式的这种带翻转的叶子就很重要，就是它要折起来，就是有点你看这种，对吧？跳起来的色彩比较丰富的这个地方。
然后下面的这个地方啊，你加一点这种藤黄大红色，点一点芽孢，点一点小芽孢，谢谢。那基本上，那我们这样这一幅作品啊，这个布局以及我们这个枝干啊这一块已经画好了，然后我下面再添一点点的叶子啊，一点点大叶子就完成了。笔蘸一点桐黄，三绿三青，放点花青，放少量的胭脂啊，对，放点谢谢，放点少量的胭脂。你看朝这个下面这块啊，你看过来，看到了我的叶子是2笔啊，叶子是2笔一画的，画叶画的，叶茎画的，稍等一下啊，整体画完之后我再画叶茎，已经差不多，也可以勾啊，也可以勾，沾一点我们的胭脂啊，花蕊点的呀都要画。好，然后呢，我简单的把花蕊画一下，这已经微干了，要是再干下去就画不了了。对，再干就画不了了啊。这个地方的蕊是黄色的，藤黄加太白去点蕊，太白加藤黄，主要是以藤黄为主，太白为辅啊。藤黄为主，太白为辅，请看调色，笔蘸太白和藤黄，稍微多放一点。OK， 然后点一下，用少量的纸巾，你看，吸一下水分，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稍微的吸一吸，姐妹们。看这个蕊是咋点的啊？看好了，笔尖点着，点，你看垂直的往下拉，点住垂直的往下拉，点住垂直往下拉，看到了吗？对，干了就不好点，干了它不是点不了，它不好点。然后你看我是不是区分出5个小点了？看好这个蕊咋点啊？先确定一个最高点，确定一个最低点，看见了吗？确定最高点和这样能听懂吗？能听懂打个1啊。然后你看，在最高点的周边画1组2组啊，一组，你看3个在最高点旁边点起来。对吧？对，在最高点，你看，然后你看，就是周围去点，啊，干了，用水喷湿啊，用水喷湿，你看最低点，最低点，2个最低点，然后你看啊，最低点周边加起来，最高点周边你看加起来，这样理解了没有？就是你要把它分为，就是先分组，分完组之后最低最高的位置你再填，好，这样就不乱。你看，低的，低的。毛笔要垂直啊，你不要毛笔那个侧锋刮来刮去的，搞半天，结果刮了一坨，一个也不清楚。毛笔一定要垂直，谢谢，一定要垂直啊！就很多人是那种，侧锋，自己都
就刮着刮着就刮恼火了。本来画的画挺好的，结果搞坏了。你看，按一下，笔尖要直接顶下去，这样能理解吗？笔尖往下顶啊。对，你要知道这个技巧啊，因为我经常说，我说这有些是技巧型的，叶子有时候也是技巧，看情况。OK， 一朵花蕊不就出来了吗？啊，好的，辛苦了，姐妹。啊，再蘸点藤黄，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点，点住1、2，你看这个就不用那个啊，你看，你如果像我这样，你看你用笔控的好，也很自然，对，对，这个线条走的也会很自然，理解了吗？就看你自己喽，看自己了啊。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画一下叶脉。我叶脉的话，用支中楷，最好是稍微小点的笔去画，会比较好画一点。天哪，找笔我也是很头疼。好，继续的，然后我们把叶脉勾一下啊。叶脉用的是胭脂，胭脂啊，稍微湿一点，蘸一点墨汁，胭脂蘸淡墨去勾，谢谢。好，稍微吸一下水分，稍微吸点水分啊。然后你看我在这一边去勾勒一下，你看叶子，笔尖点住，擦，就往上一笔就够了啊。往上来一笔就够了，像这个地方，点住下来，点住，你看，用笔稍微丝滑一点，姐妹，谢谢。对，用笔稍微顺溜一点，你看点住。那种小的地方就不用勾了，小的地方能省就省了，咱也偷个懒啊，能省就省。再蘸一点我们的啊，咱这个颜色呀，就是你颜色丰不丰富是一回事，你要把它搭配在一起才行。它如果是搭配在一起，就是比如人家说八字不合啊，你把它颜色就算挤到一起了也没有用。就是哪怕只有一种颜色了，它也不好看。就有的时候，它不是说画面的问题，而是组合的问题。不是画面的问题，是组合的问题。大家你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有的颜色会不会太丰富？就你有时候它这种单调的事情啊，它哪怕只有一种颜色了，最重要国画它的一个根笔啊，就是根骨啊，就是你的用笔啊等等的啊，色彩搭配都不到位的话，就只有一个颜色，哪怕就只有墨色了，它也会很不协调。蘸一点我们的这个啊。这幅是调频的，姐妹。对，这个调频的作品。就像就像他们说的啊，你个八字不合，这硬是把这两个人给他，哎呀，按在一起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笔呀一样的呀，笔是一样的。
OK， 就是我们在画山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一般我们以淡墨为主，淡墨为主，笔呢是越干越好，知道吗？淡墨为主，笔呀是越干越好，知道吧？啊，尽量不要留水分啊，就是虽然是淡墨，但整个笔都是墨，知道吗？虽然是淡墨，但是整个笔它一定是墨啊，看见了吗？虽然是淡墨，但是它一定是整个笔都是墨。用一张纸巾吸收掉一点它的笔根的水分，啊，笔根水分。然后我们整体的啊去表达一下它的一个啊，看好了，比如说像我这个地方，我要就是预留我上面要留一个什么？留一个这种山石的感觉啊，认真看啊。你看我要在这边留个山石的感觉，那你看我毛笔一般都会这样子，笔尖你看。看到了吗？我会断断续续的去表达，理解了吗？你不要一口气连着走啊，不要连着走。对，就是你尽量不要连着走，你要断断续续去表达的，断续的表达啊。好，这个时候呢，把纸压平一点，毛笔你看侧过来，在这个地方看点住，慢慢的，哎，断断续续的，稍微断续一点，拉出一条线啊，拉一条线出来。你看我在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你看朝这边也是一样的，注意上面比较小，你看笔尖点住。对吧？笔尖留住啊，留住，持续性的啊，往下面加线，大概加个2到3条线就够了啊。你看上面这个角度比较平均，你看，哎，小一点，往下加啊，往下加。然后你看笔呢，再蘸一点我们这个啊淡墨，看完啊，看完。你看在后面，笔尖它的这个哎，给它侧锋，看到没有？我们山水一般以侧锋为主啊。你看哎，往里边叠加啊，叠加，你看，往里边这样像我这样叠加起来，然后你看，慢慢的给它挖过来，分段衔接啊，分段去衔接，这样能理解吗？分段分层给它衔接起来。你看这个地方，对吧？一段一段去分。叶子用色，管理员在吗？叶子的用色，发在我们的上面发一下吧啊。你看一段一段的，对，给它先把它这样放出来，然后继续的，这个旁边这个地方呀，哎，斜一点过来。啊，斜一点过来给它补上啊，补上，斜一点过来，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朝另外一边呀，哎，给它继续的啊，就是它怎么样体现它这个瀑布的质感啊？你看，朝这一边，点住往上皴，反向皴啊，反着皴，反着往上皴，笔尖慢慢的往上面去拉。往上面去拉，就是往里边叠加的一个质感。你看下面这个地方，这种石头的，加到它的后面去，加到后面，你看是不是它这一个水流从这一下的感觉就有了？看见了没有？添加的内容很重要，理解了吗？你看是不是一个马上这个质感就有了？对不对？你看，就是一个遮挡关系一出来，它马上就有这个倒挂下的感觉。
对，这样能理解啊。然后再蘸一下我们这个啊，蘸一下我们这个墨，从下面走，从这里继续添，添到下面来。你就一直往下面加，一直往下面加，一直加到什么呀？到下面为止，嘟嘟嘟嘟嘟，留下来，颜色好看是吧？喜欢就好。4齿调平的，调平刚刚好啊。好，然后你看，一直往下面流以后啊，留下来以后啊，在最下面这个地方画几个石头，去遮挡它。你看它一直往下面画，看好了啊。你看这种稀石啊，很简单的，对吧？把石头的位置先夹出来。旁边这个地方你看也是一样，对吧？用侧锋去添加。旁边这个地方你看前后左右都添出一些小石头下来。对，不是说要学山水吗？这么高。画出这种啊，用皴法把石头给皴出来啊，把石头皴一下。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因为山水它的一个基本技法叠加的会比较多，4齿调平的，它的一个基本技法叠加的内容会比较丰富一点，而且都是以这种断续的皴法去皴出来的。对，断断续续的皴啊，你看这种山石的皴法啊，你看。好，基本完成以后，看好了啊，也是下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位，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水流的画法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看，哎，给它让它冲下来，老板别捣乱好不好？水流的地方啊，给它皴下来，4齿调平呀，对啊，你看。冲到这个石头上面去，然后呢，蘸一点点淡墨，这个时候以淡墨为主，颜色不要太重了啊，一点点淡墨。这个时候请看水流的那个转折一定要给它表达啊，你看这个地方，对吧？它是一个小黑线啊，给它往下面加，就是它，你看顺着它往上走。注意它的原则是什么啊？原则就是下面比较宽。阿宝，你干嘛？对，它是下面比较宽，下面比较宽，上面呢啊，你看上窄下宽的原则。阿宝，别捣乱好不好？啊，抱一会儿，你先别捣乱，帮我画完先。哎，听话好吧，别抓我魔杖。好的。你看水流，谢谢它的一个水流，你看要打过来的感觉啊！你看，包括我们朝另外一边，它这个旁边的地方也是，你看笔尖点住柔软一点，左右摇摆的这个质感给它表达出来啊！谢谢，左右摇摆，你看这个水，你看。因为下面是打空的状态，下面是空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水它就是这样子的，理解了吧？它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左右摆出来的水的感觉，你看，
对吧？就是国画山水里的水啊，它就是这么表达的。对，所以大家不是很多人就是经常说山水嘛，它是这么来的啊。你看，像这个地方，就是水打上来是一个层次的叠加，它是一个小层次的叠加。然后呢，你看我们继续的啊，到下面的这个水流就比较平稳，它就没有这么湍急啊。下面这块水，你看到下面水流的时候是比较平稳的，对吧？到下面这一块水流就会稳一点。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国画山水啊，一个皴法的一个表达技法。然后笔蘸一点我们的墨汁啊，蘸一下少量的墨汁，以笔尖进行勾勒，请看好了啊。对吧？你看，把这个石头给它表达出来，不会，对，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但是今天第一次让大家去看一下啊。不是很多人说想学山水吗？对，它是有这种，看到了吗？它是山水，它就是这种，因为它可以改来改去啊，它可以改。你看这个地方，因为皴法它可以不断的进行叠加嘛。你看我的笔，就是一直在抖啊。人家说什么？你要把山水画得好，想要山水画得好，你要有点帕金森，因为咱的笔基本上没有停，一直在抖，就是基本上你看我的笔没有停的，就最好是可以用一个什么呀？中楷去勾啊，中楷就是我，因为我这个笔大了一点，最好是用中楷去勾啊。没关系，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构图也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这个山石不就有了吗？有些地方颜色调深一点，你看。天呐，我快画好了，姐妹，等我一下下啊。然后简单的叠一下这个胎点，点胎啊，点胎很重要。整一个笔蘸一下我们的浓墨去点胎，看胎点啊，对吧？可以点点这种草一样。啊，不着急，可是我明天上课哎。对吧？点一点小点点在上面。像这种啊，水流旁边的这种石头上啊，
它一般都会有这种，对吧？它一般都会有这种小草，会有点草。你看是不是一点它，它马上就出质感？一点它，这个石头就感觉就来了，理解了吗？对，一点它是的。你看啊，点住，点住。都是一样的啊，就你们尽量就是用那种小楷的笔画，因为我这个下没有找到，对吧？小小的水草加一加，对，你们喜欢山水一类的啊，家人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重点，谢谢大家支持。一回生两回熟，那是的。你看，加点这种小水草。OK，然后我们拿出支大的毛笔啊，在上面进行添加。首先，你看，笔蘸一点我们的赭石，多放点赭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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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断的添加，加，加到后面，你看，哎，刮干，刮干，不断的加，不断的刮干，直到你的整个笔上面啊，笔肚的这一块水分比较多。笔尖这一块都是赭石啊，然后你看，注意好把它刮干，不要留有颗粒物。好，然后我们去怎么叠加呢？在这个石凹里边，你看这种地方去填一下，好，其余地方清扫。那这种地方稍微填一下，啊，小石凹里边填一填。有的地方确实太小了，就没关系。你看像这种地方，它如果笔触很小的话，那你就整体的给它填一填。好，这种地方你看，凹陷的地方啊，稍微多填一点。持续性的往上面去扫，你看干拉。总的来说，上面这一块颜色是偏淡的，对吧？越往上越淡。继续叠加。多放一点赭石啊！你看，边边上这些地方，侧过来，石面给它这个质感给它添加出来啊。好，
向上这一块，你可以简单的蘸点清水啊。好，另外一边继续加，多放一点我们的赭石，控好水啊，控好水。把它整一个控的稍微略干一点啊，略干一点。然后你看，在这些地方，稍微添一添。以干笔去填啊，干笔去填。干笔往上填啊，干笔往上填，沾一点点我们的这个啊颜料，你看下面给它加一加，就你朝外这一块还是得给它加出这个颜色出来的。毛笔清洗掉，以清水为主，走一遍，让它整一个稍微融合一下。少量的啊，你看这个赭石去点。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水这个地方，你不用去染，不用去点。然后呢是这个笔啊，蘸一点墨汁，笔蘸墨汁，然后调赭石，颜色比较重啊，再加一层墨汁蘸赭石，颜色比较重。加到什么地方呢？它加到我们这个山石的前面这个位置啊，你看，蘸点赭石，颜色偏重啊。水分稍微控一下，不要太干。在哪些地方去点啊？它呢就点到我们这些石面上啊，或者是凹陷处，那包括这个地方，笔尖朝外去点啊，笔尖朝着外头，一点点去点。简单给它点一点啊，你看点出来，它主要就是你看针对这种凹陷部位，笔尖侧锋去点，对吧？针对凹陷部位的这个地方点出来，这样就会比较凸显它的立体质感啊。
点完之后，你看外围轻轻的去晕染一下。整体石头的肌理面给它稍微修饰一下啊。对吧？一定要把它的石头的肌理面还是得叠加出来的。轻轻的去点啊，你看把这个山石啊石壁上的这个纹理给它加出来。对吧？笔尖你看点一点墨，点出石头的纹理。点点苔啊。加点肌理在上面，好，这样一块石头就出来了，有质感的。用一点墨，你看把它给调整出来这个地方。好，这块石头我们加完了，我们画一下另外一块山壁。然后这个山壁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注意它的一个墨和赭石的一个融合，就是它的块面比较深的地方，往往是咱们比较那种凹陷处，是用少量的什么呀？哎，
赭石，颜色一定要稍微稀掉一点啊，不要特别深的颜色就行。轻轻的去点染在这些周边，你看，点染一下。然后呢，这个它靠近什么呀？靠近它这个里边这个地方，你看。它下面的这个位置啊也是一样，我们用这个赭石啊，你看轻轻的染一遍，把整体的先通染一遍。啊，轻轻的打一遍赭石，比较干的啊，比较干的去打，就你不要太湿啊，不要太湿。那先通体的给它染一遍淡赭石啊，然后你看有些地方可以稍微侧一点，对吧？以赭石给它上，你看像我这样，对吧？加一下，简单的给它稍微加点水波纹的痕迹，给它加一下啊。简单的推一推，然后呢，蘸稍微重一点的这种带黑色的啊，略微显黑一点的这个颜色，你看边上轮廓给它添一下，对吧？边上一些小轮廓给它添一添。这个笔尖对着外边，对吧？笔尖稍稍对外一些啊。把它这个你看浓暗给它添一下，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给它点一下啊，一些小旁边的小太点。好，这样呢，基本上我们这块石头啊就染好了。